中国经济寒潮肆虐下，曾经坚如钢铁的钢铁业也终于难逃横祸，岌岌可危的处境逼近。这曾是国之重器、民之命脉的支柱产业，如今却早已名存实亡，摇摇欲坠。数据痛诉现状，寒风凛冽，撼动披靡。2022年，钢铁业的利润竟只有366亿元，骇人听闻的同比暴跌 91.3%。2023年更是肉眼可见的一泻千里，连最后的盈余也在不断蚕食。这个曾经利润疯涨的行业，如今已在主要工业行业中利润率排名居于垫底。数字的冰冷遮掩不住大面积的企业亏损。重庆钢铁预计亏损 15.92 亿，安阳钢铁 15.5 亿，八一钢铁 11.21 亿，柳钢股份 8.64 至 10.71亿。一桩桩惨况数字见证着一个个曾经金字招牌的覆灭，就连行业领头羊中信特钢、山东钢铁也都分别下滑 19.48% 和超 50%。毫无疑问，2024年将会是更糟糕的一年。开年仅仅一个季度，钢坯价格就已经近乎 10% 的暴跌，如此暴雨般的杀跌即可令人触目惊心。全中国247家钢企盈利能力更是堪称丧钟，仅 21.21% 的企业尚能保持盈利，另有 78.79% 的公司正在亏损的泥淖中挣扎。而令人真正感到心寒的是，这注定是一场无休止的绝望之战。钢铁业的重大阵痛早已开始蔓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22年4月至2023年12月，黑色冶炼和压延行业就已经减少了超过12万人的工作岗位。是跑路，是辞职，还是裁员，无疑这是一种从源头开始的萎缩、枯竭。更可怕的是钢贸环节，作为钢铁行业直接的终端和流通渠道，也同样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2022年下半年以来，四川、江苏、浙江、贵州等地区频繁传出钢贸商暴雷事件，大批钢贸商破产失联，被强制清算。就在近期，武汉市金属材料流通协会不得不发出惊人预警，一场看不见的重感冒正在钢贸企业中流行。行业痼疾根植已久，行业钻石却几近破产。包头市玉龙钢铁、四川宝恩家创等多家实力企业爆雷潮，先后预收了大量货款却无法交货，更有多家大型钢贸企业如无锡百安、南通昌邑等已直接被法院宣布破产。这场灾难堪比当年1号玩家永昌系的31家公司遭上淘宝网拍卖却无人接手，连续3次流拍尴尬收场。毫无疑问，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的阴森警告将会慢慢应验，30%以上的钢铁企业必将退出市场，70%至80%的钢贸商更将无处容身，烟消云散。而根源在于钢铁行业的阵痛已从表象演化为了结构性困境，究其缘由，不外乎下游需求的全面颓靡。中国钢铁消费量占全球的 51.7%， 主要用钢领域集中于房地产、机械及基建这3大传统支柱，但很不幸的是，这3大行业同时遭遇了空前寒冬。以房地产为例，相关数据就如同一场噩梦。1至2月开发投资同比狂跌 9%，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腰斩 20.5%， 房企资金到位更是重挫 24.1%。 除了几个重点民生项目，如学校、医院等，国务院办公厅更是直接喊出令组建、停建基建项目的狼来命令，全中国12个高风险债务省市无一幸免。机械行业的金属需求也将直线下跌，因房地产和基建的双重打击已经传导出来。基建投资回报率近年来也一路走低，鲜有令人鼓舞之处。统计显示，2017至2022年申万基建行业上市公司 ROE 分别只有 2.09%、1.85%、1.69%、1.57%、1.53%和1.51%。基建的小周天似乎也终将谢幕，
回光返照的冲击如同雪上加霜。受此影响，中国钢材行情自然是加速下滑，库存压力直线攀升。最新数据显示，3月上旬末，重点钢企钢材库存量已达1952万吨，环比上月同期狂增21%，同比去年更是猛涨10%。在如此恶劣的市场环境下，各地钢企也终于按捺不住，纷纷拉响警报。云南钢协率先发布了控产、减产、减亏保生存的紧急措施，广东、山东等地紧随其后，停产潮一触即发。在这场看似毫无止境的行业绝境中，蓄谋已久的巨头们终于开始鸣落。包钢集团坦言，钢铁业已经彻底进入了一个冰河时期，惨烈竞争不可避免。山钢集团同样表示，钢铁业已进入寒冬期，长期低盈利乃至亏损将成为常态。中国宝武钢铁更是打着持久战的最后呻吟，行业调整的时间可能会更长，经营压力更大。然而，这已经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一个徒劳的挣扎。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任何呼救都将化为了虚妄的呓语，被冰冷残酷的现实无情掩埋。当大潮滔天而来时，即便是曾经威震八方的钢铁王国，也将不堪一击，化为废墟。这个行业的黄昏已然降临，黑夜笼罩大地，往日的灯火渐渐暗淡，一个个曾经的巨头接连倒下，宛如壮士饮恨，力竭而亡。重庆钢铁、安阳钢铁、八一钢铁、柳钢股份，这些曾经引领风骚的名门之花，如今都已命悬一线，垂死挣扎。而他们身后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小企业将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无人祭奠。数据的冰冷燎原之火将这场灾难无情地贯彻到底。全中国247家钢企中，只有区区21%的企业仍在勉强为生，其余78%都已陷入了亏损的深渊。在这片赤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将不断耗尽最后一缕体力，溺毙其中。钢贸商的遭遇就更加悲惨了。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会预言，70%到80%的钢贸商将被这场浩劫彻底抹杀，化作空中飞灰。他们将是这个行业首批牺牲品，成为即将到来的大屠杀中被开路的先锋。包头市玉轮钢铁、四川宝恩家创等实力企业就已率先暴雷倒下。他们本可一手遮天，主导行业风云，却不曾想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寒流活活冻毙。曾几何时，他们傲视群雄，永不落足，谁能想到最终却用这样一个窘境收场。从资金回笼受阻到存货无法流通，整个行业的生态循环已经停摆，他们都在被生生勒死。无锡百安、南通昌邑、南通俊业等数十家钢贸巨鳄也相继申请破产，接受法院的最后裁决。而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大多数企业将陆续步其后尘，很快就将杳无踪迹。当年永昌系31家公司被拍卖在淘宝却无人问津的阵仗，如今又将在整个行业重演。这一次，或许就连淘宝网络拍卖这条活路都将被生生切断，因为根本就再也找不到买家了。整个行业在这股寒潮中将万劫不复。当前的行业生存环境就如同被困在了一座冰天雪地，四面逼仄，死路一条。前方是荒凉绝境，回头是万丈冰崖。不前则将被活活冻毙，后退亦将粉身碎骨。看看数据就能体会到当前的绝境有多么残酷。钢材需求几近全线萎缩，房地产、机械制造和基建三大户无一幸免，整个第二产业将全面陷入衰退。1至2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狂泻9%，新建商品房销售近乎腰斩，资金链更是雪上加霜，基建投资同样步入寒冬，一路走低的回报率不断打击开工热情，机械行业则受房地产和基建的双重打击，遭遇滑铁卢。下游需求的持续冰封，
导致钢材库存节节攀升。3月上旬，库存总量已达1952万吨，环比狂增21%，同比去年还多出10%。这是一个骇人的库存水平，却没有任何希望得到疏解，只能日益沉重，压垮自身。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是主动退场，就是被动淘汰，所有人都将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各地已经开始拉响警号，纷纷出台企业自救方案和补贴政策，却防患未然。英雄迟暮，旗开得胜。曾几何时，钢铁业还是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命脉，是国之重器，民之梦想。然而如今的破败凋零，不是一记耳光，狠狠地扇醒了所有人对这个行业的美好憧憬。没有什么神话将永垂不朽，没有什么王朝不会有覆灭的那一天。